哎，你们说，小姐为什么总顶撞太太呀？她不愿意涨价这件事情我还可以理解，可是放粮救济穷人，这是一件好事儿啊！你不知道，小姐从小就受太太的管制，7、8岁之前呀，连百德堂的大门都不许出呢。后来啊，太太是看小姐的身子骨弱，才放她去镇上的武馆习武强身，就是这样子也不许她走远。小姐最远就去过江州，连省城都没有去过呢。老爷回来总说上海怎么好怎么好，小姐呀就更没心思在百德堂待着了，天天吵着要跟老爷去上海。老爷可做不了主，百德堂的女婿啊都是空架子，小姐和太太呀是吵了闹，闹了吵，太太说要往西吧，小姐肯定说要往东，所以啊，太太每次逼小姐做什么事儿啊，结果就是这样。可是小姐这样盲目反抗没有任何意义的，要想争得自由，首先要自强自立。你说的都是洋词儿，我听不懂。自由就是不受管制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呗。慧，你接着说。每个人都要用实际行动来赢得别人的尊重，而这份尊重就是自强自立的资本。光放粮这件事情来说吧，它不仅能救济穷人，而且对小姐也是很重要的。无论如何，我就要让小姐放粮。我这可不是讨好太太。哎，菊啊，你男人来了。喜哥，徐在这儿等着你呢。你再胡说，我可就说你了。喂，少太爷娃娃金婆子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喜子，送饭啊？啊，送饭去。给谁送的？怀香园的疯婆婆。疯婆婆？对，就在那儿。那儿啊，就是怀香园。听说啊，以前的老太爷啊就关在那儿，一直到死。疯婆婆8成是看管怀香园的吧？喜子，你见过她吗？我也没见过，我3天才给她送1回吃的，还说让我送好几年了，我都没见过。那你每次怎么把饭给她呀？每次去的时候，我都把食盒子放在她门口。上一次的食盒子一准也在那儿放着呢。疯婆婆从来不露面，太太又下了死命令，我们谁也不许进去，也不许跟她搭话。谁要是犯了禁忌，就把她给咔嚓。这么神秘啊！百德堂啊，稀奇古怪的事儿多了，我恨不能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行了行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走。喂。哎，小姐，有什么事情和太太商量着办。这外边兵荒马乱的，您上哪儿去啊？太叔，我敬你岁数大，不愿意骂你，你给我躲开。傻丫头，请太太去。你别去，太叔，我数3声，你给我躲开，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1、2、3。不行。娘，你别管我了，从今以后我要流浪为生。都是看那些乌七八糟的书看的，你还行走江湖呢？没人送你，你到不了县城，就得让土匪给你抢了。正好，那我就落草为寇。混账！这是你该说的话吗？去，给我端把椅子来。我今天就坐在这儿，我看他敢迈出院子1步。太太，外面风大，您还是回屋里去吧。他那么不听话，我还怕风大把我吹病了吗？去，搬椅子来。少，你也去搬把椅子来，我就坐这儿。时间太久了，还是
屋里去吧。这样僵下去，小姐不会给您台阶下。等缓一缓，我再劝劝她。喜子，你和阿山在门口守着，要是小姐跑掉了，我拿你们俩试问。是太太。你这算什么能耐啊？英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除非我咽了气，否则你甭想离开百德堂。太太，别扶我！你可太狠了！又被事情曝光一辈子。太太，喝口热茶吧。太太，要我说，还是让慧去劝小姐吧。放粮的事儿，本来就是您派给她的活儿。慧识文断字的，能讲出道理。这丫头，没让你出主意。等小姐消了气，我再去劝劝她。太太，让慧丫头先到库房去准备一下吧。太叔，您身上有伤，不能再折腾了。再说了，您的话，小姐听不进去。慧丫头啊，也只有你去了。这件事情拖不得，放粮的话已经传出去了。我得跟你说句死话，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也得把韵儿给我劝得回心转意了。哎，慧丫头啊，劝小姐放粮的事情，你有办法了吗？您放心吧，办法总会有的。你可不能轻看了这件事情啊！搁别的事情，晚几天还行。等小姐消了气儿，咱们再慢慢的跟她说。可放粮的日子一定就改不了了。唉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劝小姐。我是为你担心呐。哎，干嘛去？太太让我找小姐。在院儿。小姐，我给你赔罪来了。你穿的谁的衣服啊？是菊的衣服。少，找我的衣服给她换上。小姐的衣服我可不敢穿，我是个下人，只能穿下人的衣服。你这说话带刺，还记恨她是呢？其实啊，跟我好的人，我从来不当丫鬟下人看，不信你问少。是，小姐是顺毛驴。慧，咱俩和好了，不过有一条，你不许劝我放粮。你要说一句放粮的话，咱俩就没得好。你放心，你想让我说，我都不说了。我家这会在干什么呢？兄们喘不上来气，在屋里歇着呢。他偏要和我作对。小姐，咱们不说你和太太怄气的事儿，不然又得扯到放粮上。哎，少，咱俩帮小姐想一想，如果小姐离家出走，应该去哪儿啊？哦，当然是去上海了，住在老爷的私厂里边。不过老爷眼下就在百德堂里边呢。爹爹现在就是在上海也没用了，他反悔了，也不答应我去上海了。那你这不是盲目行动吗？为了出走而出走，不盲目就得逆来顺受。反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出走不回来让他们着急。你从江州跑出来的时候，不也没想那么多吗？喂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这么比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到了外面，我也能生活。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
你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。如果不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你连江都都到不了。小姐，我是巴不得跟你一起离开百德堂，可是我觉得慧说的有道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知道你们俩还是变着法的劝我向娘低头。谁不希望一家人能天天聚在一起，亲亲热热的？可你们看看这个家，我和爹娘一个人守着一个院子，隔着10万8千里，中间还横个百德堂的规约，也就只有商量怎么管教我时，这样才会坐在一起。其实，太太和老爷肯定是心疼小姐的，只不过他们的方法，小姐不能接受。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们讲道理。道理？我的道理他们可得听啊！动不动就把我关起来，还让家丁站岗把门，我这不是和做监一样吗？就这样还想让我向娘低头，打死我也不可能。小姐，我要是先劝太太，让她撤走那些家丁，你能不能跟她心平气和地说一说你这些想法？那你先让她恢复我的自由，我要还是一个囚犯，就什么话也不跟她说。太太，小姐放粮的事情，慧丫头怕是劝不动了。劝不动也得劝，天黑之前必须把韵儿给我说服了。您太着急了，这不是急不急的事情。再有，我倒要看看慧丫头能有多大的本事。日后她要真的帮着小姐掌着这个家，那遇到的难事比这大的多得多。她要是连眼下这点事她都办不好，她让我怎么放心呢？丽，见太太了吗？没见着。慧丫头。哎，太太，韵儿答应了吗？我和少把小姐稳住了，应该不会离家出走了。我在问你，操持放粮的事情。我还没说到这儿呢。我来是请您撤走给小姐把门的家丁，不要让小姐有当囚犯的感觉。去了半天了，正事一句没说。太太，慧丫头说的有道理。小姐啊，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，咱们得慢慢来。其实小姐也是一肚子的委屈，如果您一个劲儿的给她施加压力，只会适得其反。慧，你不应该指教太太该怎么做。太太这会儿心急火燎的，你应该想办法赶紧说服小姐。李丫头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就听慧丫头的。太叔，去把喜子他们都撤了。好。不过慧丫头，我不管你怎么办，韵儿必须要操持放粮，这一点是不可能改的。我会尽力的。去吧。老爷，刚才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。那您有什么办法劝动小姐吗？韵儿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我要是有办法，早就出面帮你了。你呀，尽力而为，如果实在是劝不动，也别太为难自己了。您答应过小姐要带她去上海的，她现在很失望。我知道，韵儿她长不大呀，好多事情她看不懂。什么事都图新鲜，冷一阵热一阵的。图新鲜？老爷，那我先走了。李丫头，你的话可是越来越多了。我知道我现在是越来越讨人厌了，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。改天啊，我得跟慧学识几个字儿了。现在百德堂就10字的丫鬟吃香。哼，栽什么树结什么果，长的橘子像苹果，到后来呀，树上什么都挂不住。干你的活去吧。大叔，您的伤还没好利索，您也别累着。
小姐，我把他们带走了，你请便吧。小姐，不许说话，不许劝我跟娘说软话，不许提放粮的事儿。你小姐耍赖皮，你答应了人家，说撤走了家丁就去跟太太说和的呀。娘退了一步，我也不会那么不懂事。等她操持完放粮，我就去找她说话。反正放粮的时候，我绝不露面。哎，小姐，你那辆自行车呢？在内院屋里呢。咱俩还没比赛呢。现在，比就比，反正你到哪都比不过我。你去推车，少，你去学我选骏马。好，等等，千万不能声张，可别让太太知道了。走啊，我们。我的马呀，肯定比你自行车跑得快。那说不定我的车就比你的马快呢。今天我派输赢，你们俩谁都不准赖皮。喂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少，你过去，你发令，我们一起跑。好，那我要喊开始了啊！1、2、3，开始，跑！带着小姐疯疯癫癫的比什么赛？老爷，你可得管管了。小姐要出什么事儿，会他担待得起吗？玉儿能出什么事儿？也许会真的有办法劝服他呢。太太重用他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咦，跑累了吧？小姐，还比吗？不比了，不比了，你赢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我肯定比不过你。我这个车怎能比上你的马呢？我就是想出来散散心。你想去哪玩？这灵溪还没有我不知道好玩的地方呢。你不知道，我最讨厌读书了，一有机会啊，我就偷偷跑出来玩。其实我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出来和同学们一起搞社会调查。社会调查，这好玩吗？这可不是玩，就是我们一帮同学到穷苦人家进行访问，把他们的生活状况写成报告。还有2次我们还遇到了上海来的大学生呢。我们一起挤住在穷苦人家的茅草房里，被跳蚤咬，吃稻糠和野菜做成的窝窝头。你不是哄我吧？这大学生还会跑到乡下找苦吃啊？苦有苦的意义呀，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穷人的苦难，才会有更多的人努力去改变这种苦难。这么说，你也去过穷人家，那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？怎么说呢？小姐，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不如我们在灵溪也来一次社会调查。好。进来。太太，这是吴妈从镇上买回来的茯苓糕，您和小姐尝尝鲜吧。我刚才送去给小姐，小姐没在，可我怕这东西一放就不好吃了。她不是和慧丫头在一起的吗？慧陪着小姐去镇上玩了。出了百德堂了？小姐骑马，慧骑着老爷带回来的洋车，他们俩比谁跑得快。镇上好多人都在看热闹呢。胡闹！跑到大街上去疯玩去，你怎么拦着他们呢？我不敢拦着小姐。那你怎么现在才来告诉我呀？太太，我也是左右为难，我不敢得罪小姐，可我怕小姐出了什么事儿，让您更着急，所以……去，把太叔给我叫过来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必须把小姐和慧丫头找回来，不然的话，太太饶不了你们。快去啊！走。他们吃的真的是野菜啊？他们是不是特别的懒，都不愿意干活？小姐，我们去那边几户人家看看吧。
什么呀？是麦糠，娘说一会儿给烙饼吃，挺好吃的。翠儿，去把火拴上，娘一会儿烙饼哈。你们怎么不挖点野菜自己拌着吃呢？嗨，镇子周围的野菜都被挖光了，这翠峰山上倒是有，可谁敢去呀？有土匪。这镇上有没有比你们日子更难过的人啊？有，那西尖连他娘啊，去年连他爹得痨病死了，他们家就欠了这笔债。这不一直商量着要把那个莲啊卖给那个族长家当丫鬟呢。小姐，您今儿到我们这儿来是有什么事儿吧？是要给你们放粮。百德堂每年放粮都只给主事家族的人，我们旁姓人家沾不上。你现在才知道吧？这些穷人家日子都过得很苦的。哎，要不然我们再去连家看看。好啊，在那边呢。小姐，慧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找了你们老半天。小姐，太太发火了，赶快回去吧。那小姐，我们还去吗？不去了。你们真是疯得没边了，跑到镇上去招摇。太太，我们没有去疯。小姐现在知道那些穷人有多么缺粮食了。要想让小姐做一件事情，就得先让她明白做这件事情的意义。你倒教训起我来了。既然您交给我做这件事情，就应该相信我。可你们在镇上这么招摇，别人要嚼舌头的，说咱们百德堂没规矩。太太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小姐主持放粮。如果处处讲规矩，是说服不了小姐的。其实小姐心里有很多委屈，她刚才还跟我说，她渴望你们能理解她，能够耐心的、认真的听她讲一讲她的理想和抱负。她去上海，不光是为了跟您赌气。这些话用不着你说，当娘的能不知道女儿的心吗？可她生在百德堂。小姐，先喝口茶吧。小姐，太太会不会处置会啊？要不咱俩过去看看吧？我才不去呢！娘一点都没有改，说是不监视我，这不还是派赵喜把我从街上给抓回来了？慧现在总该知道娘到底有多顽固了。会不会挨打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，顶多就是挨几句训。姐，洗衣服呢？哎，我问你啊，慧从太太房里出来了吗？还没有呢。你找她有事吗？赛车赛马哄她高兴，我没有说你做的不对，可你该不该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啊？我也好派几个家丁护着你们。太太，要真是让家丁前呼后拥的，小姐准该不高兴了。里外都是你有理。那你说，能不能保证韵儿后天操持放粮？我可不敢给您打保票，我只是觉得让小姐明白一个道理，远比她具体做一件事情更重要。即使她这次没有想通，可是只要她心里有所触动，我想她下一次……没有下次，后天她必须要痛痛快快的操持放粮。其他的事情我都依你，这件事情不行。你现在只想着怎么把韵儿给我劝动了，明白吗？哎，行了，下去吧。洗洗衣服呢。慧，太太没有骂你吧？没有啊，骂我干什么？你们跑哪去了？刚才太太的脸色难看的要命，我真为你担心。我们去搞社会调查了。什么是社会调查呀？就是让小姐看看外面的穷人是怎么生活的，吃些什么，穿些什么。慧，你回来了！小姐，小姐，怎么样？太太打你了吗？没有。慧，你要说什么呀？太太夸你懂事了，知道访贫问苦，关心穷人了。真的？你骗我吧，她才不会夸我呢。
真的，太太还说了，咱们以后继续搞社会调查，她不反对。娘真这么说啊？不相信你现在就可以问她。明天再去吧，我还没想好怎么和她说呢，省得到时候就吵吵。慧，你还真行啊，以前除了太叔和梅，娘还没听过别人的话呢。哎，你说我天天在街上溜达，怎么就没发现那些穷人呢？那是你没有动这方面的心思。说到穷的卖孩子，你身边不就有吗？韶不就是被卖到百德堂的吗？那不一样，那是他爹爹赌钱赌输的。哎，慧，你说莲会不会卖给组长啊？要不我们现在去看看？我今天累了，我不想去。小姐，跟我说句心里话吧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看到那些穷人，我心里也难受，我也可怜他们。我也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说服让我放粮，我总不能被你们牵着鼻子走吧？慧还说搞什么社会调查，什么激发了小姐的同情心，小姐就会积极的操持放粮大事了。社会调查？他这是另辟蹊径啊！果然有脑子。要去见莲，明天再去。小姐，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。哎，慧，我想好了，放粮的事就按你说的办。哎，不过你们两个要替我保密，我想给娘一个惊喜。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好。他这么会动心眼儿，把太太哄得团团转，太太不但没罚他，还由着他的性子来，连小姐都听他的。以后百德堂上上下下都得听他的了。开始分粮了。啊，这是太叔吩咐我们的活儿。太叔人呢？在太太屋里呢。我们分出了100袋，你一会儿啊帮我过数，我们哥几个去找点水喝。行，去吧，辛苦半天了。你就放这儿，我来收拾好了。好。快去歇着吧。走，哥几个去喝口水。辛苦了啊。不要进去，那里边放的都是百德堂历年的账册和记事簿。慧丫头，你怎么又到这屋了？我想找个麻绳。麻绳在那屋呢。阿山干什么去了？他们干半天了，我让他们出去歇会儿，喝点水。哦。
太太说了，你带着小姐到几户穷人家去看了看，以后再去跟我打声招呼，我好派几个家丁远远跟着，不打扰你们。谢谢太叔。太叔，您坐会儿吧，小心伤口。你应该多歇一歇呀。唉，正是要劲儿的时候，哪能歇得住啊？太叔，我听勺他们说，后花园住着一个疯婆婆。她是齐奶奶身边的丫鬟，想嫁人，想成了花痴。她不光疯，治病吃药还成了哑巴。怀香园晦气重，太太说了，不许大伙进去。哎，我记住了。老爷，百德堂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秘密？你怎么会这么问？刚才那2个要杀我的人说，我爹娘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。百德堂稀奇古怪的事儿多了。听说疯婆婆以前是伺候齐奶奶的。怀香园晦气重，太太说了，不许大伙进去。还没睡啊？我找小姐有点事儿，你先睡吧。老爷，您吓死我了！苏小姐，是你啊？我出来走走，吹吹风。这后花园一到晚上，丫鬟们是不敢过来的，他们说这里有鬼。你倒是挺有胆量的。我不知道，所以不害怕。也许以后就不敢来了。其实没什么可怕的，就是后边的怀香园里住着一个女人，是个疯子。这也是百德堂的一个秘密吗？她是老辈人了，她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，太太是不许任何人去见她的。为什么呀？百德堂里总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。知道我为什么在百德堂里盖起回春楼吗？是为什么？因为百德堂让人太压抑了，我想打破它。你觉得这里的景色如何？挺好看的。多少人留恋、贪恋这凉湖美景啊！可18年前，
我来到百德堂，这片湖水却是那样的荒凉破败。我倾尽心血，用了5年的时间，才把它打造成今天这个模样。我给它起了个名字——半画湖。半画，是半张画吗？嗯，你很聪明啊。很多人听到这几个字，都以为是半花湖，毁了我的意境。老爷，太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啊。给小姐倒水。你们不也是楚氏家族的人吗？是。我要是高攀，得管太太叫姑姑。你用不着攀不攀的，只要你是楚氏家族的人就好办。等我们家放粮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的吃了。你不要再卖女儿了。我家欠族长家的钱，前年借了10块大洋，买蚕茧搭蚕棚，没想到几场大雨全都毁了。去年莲儿她爹治病，又借了5块大洋，这利滚利，现在欠下50块大洋啊！借了15块，要还50块，这不是讹人吗？小姐，你哪知道这些？这是规矩。族长说今年年景不好，他把外面的账都清了。我家穷成这样，我拿什么还呢？只能把莲儿送出去抵债。我姐只是当丫鬟这么简单吗？她可是给楚三来去当贴身丫鬟啊！楚三来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小姐，你救救他吧！好啦，别说了，娘求你啦。你姐姐呢？她到山上去砍柴了。袁妹妹，哥来带你享福了。走。楚三来，连你不能带走。哟，这不是百德堂大小姐吗？好狗不挡道啊！让开让开！你才是狗呢你！没规矩，主人说话你乱叫什么？小心我告诉你家太太罚你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买卖人口是触犯法律的，稍犯了错有太太主治，用不着你动手。你又算哪根葱啊？你不也把你自己卖进百德堂了吗？那不一样，你把莲买回去是让他做那种事儿。做什么事啊？啊？你说明白了？反正就是那种不要脸的事儿。好了啊，楚雪云，我告诉你，欠债还钱，没钱抵人，这种事情你们家也没少干。回去问问你娘去。今天这个事你给我少管，让开让开！我管定了。你告诉他们，是不是你满心乐意的把莲送到我家当丫鬟，还是当我的贴身丫鬟？是，我是满心乐意。听见了吗？啊，雪玉妹妹，回头和哥哥喜酒去。不要脸！你哥让我动手，你打我，我今天偏要进去了，我连给我肯定。少爷，我们在街上看到莲儿了。人呢？人被那个小五带回府上了。走，你们去把他抢回来。小姐，我们这样硬抢是抢不回来的，我们必须要想个好办法把莲救出来。回去找娘，走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怎么做都行。这2天我管过你吗？可你招惹他们干什么？他们就是缺德，我看不惯。您得出面，不许他们这么做。那是人家的事。再说，他们是族长。我管不了那么多。莲那么可怜，我不救他谁救他？可怜的人多着呢，你救得过来啊？百德堂放粮是帮人，难道救人还不如放粮？还是放粮只是做给外人看的？如果是这样，
我绝不参加。慧少，咱们走。慧丫头，你留下。我说慧丫头，你怎么这么能生事儿呢？啊？穷人家走走看看就行了吧？你找谁的麻烦不好啊？你非要找到组长的头上。可您刚才也听见了，只要能救怜，小姐就答应操持放粮。太太，小姐现在有同情心，有正义感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她懂得替别人着想了。她怎么就不为我想想呢？那组长是好得罪的吗？您费尽苦心让小姐放粮，是为了让小姐得到大家的尊重，而不是单单讨好组长。如果小姐替怜赎了身，那会赢得楚氏家族大多数人的心。那些穷人就是楚氏家族大多数的人啊！你想的也太简单了。楚氏家族是族长和几位长老说了算。慧丫头说的有道理。你就为他说话